拳头键盘最近大家已经见得不少了，什么黑透、白透、绿透，什么透都有。除了高售价的几个品牌做得比较好之外，其他的性价比拳头键盘基本都会有一定的廉价感，特别是低价位的一些型号。今天这把雷神的 K75 紫透版本会有一种让我眼前一亮的感觉。还是老规矩啊，先说价格，三模实色版本299，这一个紫透的版本399。这两个版本在内部填充上会有一定的区别，紫透用的是全硅胶的填充，分量感会更足。实色版本的话，它的内部填充是 EVA 的，表现的话正好可以参考之前的 K482。这里把两款键盘都换成同一个轴体和键帽，给大家听一下不同填充下的区别。可以很明显的听出全硅胶内胆的 K75 在声音上还是有比较大改变的，因为内胆的填充可以提供更大的回弹，手感也更加清脆，相对的外壳会有一定程度的共振。全硅胶的内胆填充对轴体触底的声音会有比较强的吸收能力，所以这个紫透版本敲起来会更加的实在些。当然这里也没有办法说哪一种更好，这只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手感取向。不过可以确定的一点是，硅胶内胆的分量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整一个键盘的分量感和质感会更强一些。外观设计方面我觉得这个暗紫色是非常耐看的，透明度偏低，有一点像装满葡萄酒的玻璃杯，在比较强的光照下可以隐约看到一点点内部的结构。键盘在正面的中间做了一圈区域性的抬高，整体配合侧面的一个大弧度设计，看起来就是有4个层次整体的观感还是比较丰富的。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它的灯光效果了，开灯之后绝对是这把键盘的颜值巅峰了，高亮的 RGB 灯珠加上定制的紫色月轴，这一套组合配合内部磨砂键帽加在一起，就有了一个相当牛的化学反应。它不像其他种全透键盘那样单纯暴力的透光更像是隔着一层纱窗，但是又可以看到里面较好的曲线那种感觉。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 get 到我的点反正它开灯之后和开灯之前给我的完全是两种感觉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喜欢灯光的用户，那一定要加这100块钱去选这个全透的版本，是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接口方面左侧是 Type-C 出线口和模式切换按键， 2.4G 收纳槽设置在键盘的右侧，整体操控起来还是比较得心应手的。除了这个左侧的出线口可能会比较挑线材之外，如果你用的是行插线，可能就会有一定的麻烦了。使用它配套的这个 L 口数据线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的节省桌面前方的空间。键盘的配列方面是一个标准的75布局，一共有82个按键，右侧保留了比较完整的功能区，右下角的方向键和组件区有做区分，稍微有一定的下沉，整体偏薄。如果不开脚撑的话，使用高度我觉得是偏矮的。我习惯性是打开一段脚撑使用，基本上就有了一个6度左右的倾斜，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角度。键帽和轴体方面是一套类 OEM 高度的球帽，这样的键帽还是蛮少见的，周围的圆角会更大，和指尖的接触面积会更小。敲击的手感上我觉得没有太多区别主要是一个观感上的变化。对比 MDA 高度或者其他高度的键帽，它的侧边远光面积会更大，上手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学习成本。但是有一个我比较担心的问题，就是字符是 UV 印刷在键帽表面的，细看的话会存在一定的印刷不均匀的情况。这种 UV 油墨耐久性一般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1-2年下来谁也不好说，毕竟这种印刷还是浮于键帽的表面，如果受到一定的物理性的磨损或者腐蚀的话，还是有很大脱落的可能的，这个就得交给时间来验证了。轴体的话是海木代工的月轴，颜色上和键盘的主题是高度匹配的，是一个淡紫色的全 PC 轴体。从侧面可以看到这款轴体是轴心触底的，触底声音清脆，整体的声音偏大，不太推荐有一定静音需求的人使用。拆开之后可以看到在内部有比较大量的油状润滑，适应手感在启动的时候会有一定的阻力，整体的话还算比较顺滑，大键处理的也非常不错，触底清脆，没有杂音。
接下来就是键盘的拆解环节啊，通过底部的8颗螺丝连接上下盖，把螺丝卸下来之后，稍微处理一下卡扣就可以很轻松分离了。上盖部分的加钱筋还是蛮多的，好在键盘在配置上做得很不错，整体不会非常明显。中间有一块轴下垫一体的硅胶夹心棉，底部也是一整块的开模硅胶。Gasky 垫片是直接注塑在定位板上的，这个做法还是比较少见的。键盘整体的形变程度主要依靠键盘中心部分的下限来完成，周围的话形变还是比较小的。键盘内置的电池是3000毫安时，稍微小了一点，在关灯情况下最长可以使用320个小时，差不多是1个半月一充的水平。这么一看好像又还可以啊。芯片方面，背影的主控加上博通的无线方案。实测距离在1米左右，中间隔了一张6厘米的桌板，是可以满足正常的游戏需求的。稳定性这方面大家不用过于担心。整体的内部结构就拆解到这里了，大家可以简单的给打个分。总结一下，虽然我没有上手过299的实测版本 K75， 但根据我之前上手过同模具的 KS82 来看，硅胶的内胆填充确实可以让整套模具的表现更加稳定。399的定价在全套键盘中也可以算是便宜的没我好看，好看的没我便宜的一个价格了。结合这个亮到离谱的灯光，在颜色方面也可以算是独一档了。缺点的话，当然就是不耐脏，很容易产生划痕。在我开箱的这一段时间里，就可以看到一个比较明显的机会了。如果你追求实用性，那肯定还是299的版本更加适合你。好了，那以上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